吃好喝好长生不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地包肚皮。一讲到英国菜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黑暗料理？美食荒漠？真的有这么可怕吗？今天我们要打卡一家据说是多伦多的网红苏格兰小酒馆，名叫 The Caledonian。他家在谷歌的评分竟然有4.7，究竟有没有这么好吃呢？跟我一起来期待一下吧。这家店开在 College Street 上面，坐506 Streetcar 可以直达。他家招牌都是用英语和苏格兰盖尔语组成的。那句苏格兰盖尔语的意思是永远的阿尔巴，因为在苏格兰盖尔语里面，苏格兰又被称为阿尔巴王国。一进门就看到一个长长的吧台，上面基本上都是 whisky。店里的装饰到处都透着苏格兰风情，就连墙上的画也是穿着格子裙的苏格兰士兵。看看这满满一墙的字，我本来以为是酒的名字，后来发现好像不是，它是由人名和酒名组成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个人在这里存酒的档案呀。往里走还有一小块用餐区域，能看到各种苏格兰威士忌的牌子。柜子上还摆放了一些关于苏格兰的书籍。这条鱼好大呀，感觉会好好吃啊，怎么办？店里用了木头和砖块为主要的建筑材料，仿佛把你1秒就带进了苏格兰小木屋。屋子后面有一块 patio 的区域，一眼就能看到蓝白色的苏格兰国旗。墙上是一些苏格兰威士忌的宣传。这是一本威士忌酒单，它的第一页很特别，你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的生日年份所对应的威士忌，从1946年到2000年都有。如果生日的时候能点一杯自己出生年份的威士忌，感觉真的是太酷啦！接下来就是各种威士忌啦，提供试喝装到整瓶，试喝的话是1/2盎司。整本酒单感觉就像有一本书这么厚了。好的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主菜单吧。翻开第1页，咦，怎么还是酒？上面是啤酒，下面是葡萄酒和气泡酒。看一下第2页，是鸡尾酒。我一度怀疑又拿了一份酒单啊！终于看到食物啦！菜品果然很苏格兰。小吃的部分，当看到杂碎羊肚，也就是 haggis， 还有香肠卷和苏格兰炸蛋，我心想这家店应该是稳了。前菜提供一些沙拉、烟熏鲑鱼等等。接下来到了万众期待的主菜环节，哈！第一个果然是最出名的英国国民菜品炸鱼薯条，然后还有苏格兰牛肉派，还看到了一些印度菜，感觉也很不错。不过既然是苏格兰餐厅，还是选苏格兰菜吧，应该比较正宗。它这里如果选汉堡还可以添加 toppings， 任何主食也都可以添加配菜。最后就是甜品的部分啦，我还挺想尝尝这个太妃糖布丁的，网上看图片感觉很赞。小酒馆最先上来的当然是酒啦，我们点了一杯啤酒，叫 Tennent's Lager， 传说中苏格兰排名第1的啤酒呢。顶上的泡沫非常绵密，让我想到了《哈利波特》里面的黄油啤酒。我很喜欢喝一口黄油啤酒上面那个奶盖，然后挂在嘴唇上假装是白胡子。不过因为这次喝的这款是真正的啤酒，泡沫不会像奶盖这么容易糊在嘴唇上。啤酒里还能看到一些麦芽的菌丝。接着上来了小吃，想要什么都吃到的我，当然是选了苏格兰小吃拼盘啦。里面包含了苏格兰最有特色的3款小吃，分别是香肠卷、炸哈吉斯球和苏格兰炸蛋，配了 gravy。香肠卷里的香肠用了酸味的香料来调味，
个人不是很喜欢酸酸的食物。哈吉斯球炸得很松脆，羊内脏的味道不是很重，外壳薄薄一层，咬下去咔哧一声。苏格兰蛋也炸得恰到好处，里面还是溏心的，外面裹的肉末里面放了迷迭香，有一股特殊的香气。接下来是主食，我们点了苏格兰牛肉派和哈吉斯。牛肉派配了土豆泥，土豆泥里有小块的土豆块，丰富了整体的口感。牛肉派本身偏咸，肉炖得很软烂，外面酥皮的黄油香气特别足，能吃到有很多层，有种在吃羊角包的感觉。Gravy 是另加的，需要额外支付2刀。听我说，一定要加 Gravy， 一加上风味确实不一样，土豆泥没有这么干了，而且肉汁还能提升土豆的香气。哈吉斯配了无青甘蓝，也就是洋大头菜，还有土豆泥和红薯泥。哈吉斯的味道和我之前在苏格兰吃到的不一样，羊内脏的味道变得比较淡。店员告诉我说，因为这家店的老板追求原汁原味的苏格兰风味，所以所有的食材都是苏格兰进口的。但是因为外国羊肺无法入境加拿大，所以就干脆没有在哈吉斯里加入羊肺。怪不得总觉得这个哈吉斯少了点令人上头的味道，还原度只能说有70%吧。这家店的服务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，只能说无功无过。总体来说还是挺满意的，菜品的分量很大。最后我们甜点都吃不下了，我心心念念的太妃糖布丁啊！店里环境布置很不错，让人有种1秒穿越回苏格兰的感觉。菜品总体偏咸，且都是以高热量的黄油和油炸为主，很容易腻。这种食物难得吃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也不至于到4.7分这么夸张。不知道点评的人是不是因为喝了酒，所以给分会比较慷慨。我个人的话，满分5分，我应该会给到4.2、4.3这样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。